Hello，欢迎回到漫游数位频道。大家好，我是您的数位教练蔡正信，蔡教练。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科技白话。如果您想要看完整的影片的话，请到我的 YouTube 漫游数位的频道。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因为最近 AI 的一些工具，包含 ChatGPT 在内，非常的火红哦，所以延续上次的那个分享，就是一样也是分享，因为最近 AI 的工具发展的实在是太迅速了，非常非常多哦。那这边的话，当然最前提就是去年11月30号开始的 ChatGPT，然后今年3月15号已经更新到 GPT 第4代的那个 ChatGPT 开始就是一路上从蔡教练从3月到4月。那个每个礼拜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那个新的工具产生出来。那这个是蔡教练的官网漫游数位 RD.coach 跟大家讲如果你对于这些科技工具非常非常不熟，一定要来看一下蔡教练那个收集的一些各种的资讯。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的话，这边的话蔡教练这边在文章上面是有所有文章。那这边新增了一个 AI 相关的分类那点进去之后呢，这边有看到非常多的，像今天会讲就是这个 Auto GPT 还有 Agent GPT 的快速的入手。那等一下会讲这一篇文章。那如果对于 AI News 啊，每周快报这边都有，你可能可以瞄一下，因为现在太多讯息，那蔡教练这边都把它整理在这一篇里面那细节的话我就不多讲，今天主要对焦在 AutoGPT 这个软体身上。这边的话让大家知道有这个地方。然后呢，当然刚刚一直有提到，等一下会讲到，还是会提到 ChatGPT。然后如果你还不知道 ChatGPT 什么的话，等一下在这边可以搜寻 ChatGPT， 然后按搜寻就有一些就是各种关于 ChatGPT 的一些部分，包含这边有学生一直在问说，ChatGPT APP 到底去哪里下载？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你在不管你是 Google 上面搜寻 ChatGPT， 或者是 App Store Play 商店上面搜寻 ChatGPT，APP 都是假的，都不是官方，官方没有 APP 哦。各位讲一下 ChatGPT 的网址是这里chat.openai.com， 或者是你只要输入 ai.com， 所以你不管你是手机或者是电脑，都可以进去 ChatGPT 的网站记得 ai.com， 这个网址价值几千万美金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样把它加到这个桌面的话，可以来看这篇文章。然后呢，更多的话，也请看这个有个 ChatGPT 教学的懒人包这一篇。这边有跟大家讲一下更多的部分。那我这边呢，还是要介绍一下，登录的时候 ChatGPT 登录之后，这边的话会看到首页，不免说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什么是 ChatGPT 呢？然后就由 ChatGPT 本身自己来介绍，因为 ChatGPT 它是个聊天机器人。那我在下面对话框就可以输入什么是 ChatGPT，然后由 ChatGPT 来回答什么是 ChatGPT。ChatGPT 它是由 OpenAI 所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大型语言模型，然后是基于 GPT 3.5还有 GPT 4的架构，它使用先进的机械学习的技术，对大量的文本进行训练，然后以生成这两个字要特别注意，因为后面都一直会出现，它叫生成式的 AI，生成与人类对话相似的语言回应。那 ChatGPT 可以回答各种问题，然后参与对话各种主题的讯息，但是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它的知识只限于2021年9月而已所以对于后面新讯息，它没办法提供准确的回答。然后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ChatGPT 它回答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正经八百的胡说八道，所以如果你上面得到一些讯息记得还是要去做查证一下然后这边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可以输入什么问题所以先简单问一个有点复杂的问题，请 ChatGPT 解释一下什么是这边是 ChatGPT 回答出来的答案它应该会解释非常复杂，什么是量子力学然后什么是波函数波粒二象限二象限，然后量子纠缠什么之类的。那这些对一般人而言可能听不太懂。那刚有提到
ChatGPT 它是一个对话式的哦，那你要等它慢慢回答哦，它的回答速度有点慢，尤其如果像晚上8点9点这个时候，速度可能会更慢。那因为蔡教练有付费哦，所以会比大家快一点点，但是它还是一点一点的慢慢点进来。那我先把它暂停好，因为它输入真的有点慢。那这边的话，因为 ChatGPT 它是对话式的，我这边可以输入一个叫做“请用200字来解释量子力学给12岁小朋友”。哦，大家有看到哦，我只写到这边而已，因为它会记住上面问的问题，然后接着问，所以它现在回答的是如何将量子力学解释给12岁的小朋友，让他知道什么是量子力学。然后它就会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的咯。好，就是简单让大家知道说，哦，确实 GPT 是用聊天的方式，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然后呢，这一天要跟他讲的这个叫做 Chat GPT 的另外一个新的版本，基于 Chat GPT 衍生出来一个名字叫做 Auto GPT， 还有等一下会有一个后面我会介绍另外叫 Agent GPT。这边的话，我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大家什么是 Auto GPT。来简单讲，这个是 Auto GPT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简单讲，刚刚提到的 Chat GPT 是你问一句，它回答一句。但 Auto GPT 是你只要给它一个目标，然后它会自己联网，跟刚刚的 ChatGPT 不一样哦 ，ChatGPT 不会联网的哦，但这个 Auto GPT 它会自己会把一个目标把它拆解成不同的小任务，然后它会自己连网路哦，甚至它会连接其他的工具来解决问题，然后它会把它切小。哦，这个很好，而且它会记住事情。在 ChatGPT 里面呢，如果你把它关掉，再去开一个新的聊天的话，它是会忘记的哦。所以这个 Auto GPT 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什么是 Auto GPT？所以 Auto GPT 它是自动会去解决问题，然后给我们答案。它的网站是在这个叫做 GitHub 的网站里面。好，那这边的话就有很多新的那个软体可以去自由软体可以自己去下载。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 Explore 里面，这边有一个叫做 Trading， 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列出哦，这个我把语言把它关掉。哦，这边有任何语言，大家有没有看？哦，Mini GPT 上来了。哦，最近有很多新的那个跟大家讲，就是真的，就是 AI 非常多哦，所以有很多新的 AI 的工具一直在不断的更新。这个就是 Auto GPT 的网页，那它是一个目前是一个很实验室的尝试哈。大家有没有看到全部都英文的哈？但是这边那个蔡教练这边有一个翻译，所以它会一行原文一行中文哦，所以让大家也比较清楚知道它可以做什么哦。现在有非常多人在使用这个软体哦。那这边有几个需求哈，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它需要一个 VS Code， 它可以这个有叫做环境，好，请大家就是选择一个就可以了。那像 VS Code 或者是 Docker 或者是 Python， 蔡教练这边的话，如果你是 Windows 或者苹果电脑的话，可以使用这个 Python 比较简单而已。然后 Python 的话，它的版本是 3.10 以上，不知道怎么叫做 Python 的话，可以到 Python 的官网 python.org 这个官网这边，然后到 Download， 那看你是哪一个系统，你是 Windows 就点 Windows， 然后 macOS 就点 macOS， 那这边就下载去安装就可以了。那蔡教练这边就不演示下载安装部分，这第一个要有 Python 的环境，然后那这边的话，要打开一个叫做终端机的部分，就是这边要安装一个 Git。那什么是 Git 呢？这个步骤可能对很多人不知道装这些人有点模糊，没关系。蔡教练就是为了新手，让你们手把手的可以清楚的知道一点一点的教你怎么去使用。那这边有个 Homebrew， 你还没有装 Git 之前，记得要先装 Homebrew。那 Homebrew 怎么装呢？很简单，到这边就是把这一行把它复制起来，然后打开你的终端机，好，就是一个黑底的，或者是你是白底的这边，你把它输入进去，然后按 Enter， 然后输入你电脑的开机密码，然后要先装这 Homebrew， 然后后面可以装 Git， 然后它会上网去连接，然后它需要下载的东西。希望今天可以在30分钟内把它完成，让大家可以
手把手可以知道说这个 Auto GPT 到底怎么安装。好了，安装好了，这个就 Homebrew 装完了，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好，那 Homebrew 装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回到我们这边，就是在这里就把这一行把它复制，然后再回到我们的 Terminal 终端机这边把它贴上，再按 Enter， 然后它就会去安装 Git 的。好，这样就装完了。好，那因为材料已经装过了，再来。然后下一步要说什么呢？下一步就是还要再准备了。哦，刚刚前面已经准备要有 Python 的环境，然后安装 Git， 然后还有要有准备就是你的 OpenAI 的账号，然后还有 API Key。这是什么意思呢？觉得 GPT 是 OpenAI 的里面的其中一个服务呢。那这边的话，我连接一样会放在我的文章里面。那记得你要来登录你的账号之后，按右上角的大头照点进去，会有个 View API Keys， 然后都会到这个连接。这个连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是刚开始注册好这个 API Key 的话，这边有提到，就是它有$18的余额可以让你去使用。那其实它的扣的钱其实蛮少的，所以可以撑蛮多的。那但是如果像蔡教练这边的话，其实已经超过最近。因为玩这个实验这些每天花很多钱，但特别注意一下，你这边要设定一下，不要超过像这边是蔡教练是把它设定不要超过1个月不要超过$15，你要设上限，不然等下玩 Auto GPT 它会没有止境的一直扣，那你就账单就越来越可怕，所以一定要去设定。那到哪边去设定呢？到 Building 里面。它们有一个 Usage New Message， 这边按右键一样可以把它翻译一下。这边的话可以把它点进去。好，这边可以记得把它设定那个上限哦。像蔡教练这边就把它设定$15。那如果到$10的时候，它就会发一个通知信的。准备好 API Key， 这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要准备好你的 API Key， 然后这边安装步骤。好。再来，我们进入我们正式的安装步骤了。来，我们在电脑这边的话，在 Command Key 这边的话，先把这一行把它复制起来。这是我们的根目录，然后只要按 Command V 贴上刚刚这个 Git， 你会看到 Git Clone， 它后面这个网址 Auto GPT 会把它复制一份到我的电脑里面去，按 Enter 就可以咯。好，他说正在复制 Auto GPT， 好，完成了 CD Auto GPT 把它一样复制起来 ，Command V 把它贴上去。我们进到 Auto GPT 这个页面里面的哦，然后再来下一步，一样这个第4个安装所需要的相依的套件，这一行把它复制起来，再回去终端机 Command V 贴上去，大家一步一步跟着走就可以安装成功了哦。那这样好，相关的套件就安装完成了哦。好，再回到我们的教学这边，接下来有一个叫做它会有一个.ev.tablet 的档案，大家有看到它是点开头了，所以它是隐藏档。那在苹果电脑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电脑的画面。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一般没有隐藏档的部分。那在苹果电脑上面如何把隐藏档把它秀出来呢？这边大家有看到有个快速键叫做 Command Shift 点，后面有个点哦，然后回到我们的 Finder 这边，只要这边 Command Shift 加点大家会有看到隐藏档就出现了哦。然后我们点到 Auto GPT 这个资料夹里面，那这边就会看到这个.env.template 这个档案哦。那这个档案我们把它按右键，好，打开档案的应用程式去选其他。这个其实可以装很多那个写程式的档案啦，但我觉得先不用，我们先用预设电脑里面，我们用电脑内建的文字编辑去打开就可以了哦。好，然后这边的画面有点小，我把它放大一点。那这边的话，我们刚刚有回到我们 OpenAI 这个 View Key API Key 这边。那这边的话，请点这个加 Create New Secret Key， 把它点下去。
然后取个名字，比如说 Auto GPT，然后按 Create Secret Key，然后你就把它按复制，记得要把它复制起来之后，存到你的某一个笔记里面去哦。我一般都会把它贴到自己的笔记工具里面去，不然到时候你会找不到哦。所以因为未来会用到，所以我会先把它存起来。然后回到我们的文字编辑里面去找，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大家有看到吗？这边一个 Open AI 的 API key， 这边的话，这边有输入 key， 这个把它删掉，然后把它贴上，然后 Command S 把它储存。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把执行，就是这个指令把它复制起来。我们要把这个点 template 这个把它删掉，把它变成点 env， 好，然后复制好之后 ，Command V 把它贴上去。好，这样子回到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隐藏档就是点 env， 这样就完成了。然后这时候你要把隐藏档恢复的话，只要按 Command Shift 加点，它就不见了。再来，我们再回到这边，其他这边的话，这边就先这样就可以完成哦。所以重点就是你要把 Open AI API 的这个 key 这个金要把它贴进去，好，大概完成。然后再来 CD 到 Auto GPT 里面，然后它执行方式很简单，只要把这个 Python 3-m Auto GPT 啊，把它贴上去，这样就是执行 Auto GPT 的指令的哦，按 Enter， 这样正在执行中。那当然，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 API 要装的，我这边就先不装，因为今天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快速入手 Auto GPT。大家有看到这个已经完成的我们 OpenAI 的安装的，会有出现3个东西。第一个会有出现的是 AI 的名字，那这个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都是英文的，没有担心哦。其实你可以输入英文，也可以输入中文。因为现在 OpenAI 很厉害，你输入什么语言它都可以看得懂。我这边的话会输入，先给大家示范一个叫做第一个 AI 的 name， 把它输入 AI Writer。好 ，OK， 那你有说，要把它设定一个角色，它的角色是什么呢？我请它可以满足我所有需求的 AI 作家，然后它可以输入5个目标，然后就是第一个，我请它帮我写一篇有关 Auto GPT 的文章，给它解释，然后最后会输出一个档名叫做 Auto GPT 0420之1.txt，然后呢，第3个就把它直接终结，就是终止这个程序。我就给它3个目标，然后后面没有的话就按 Enter。你看它开始要执行了哦。大家看到神奇一刻发生了。之前ChatGPT 你要一问一答才能做，但是在 Auto GPT 里面，你只要给它目标，它会自动执行。然后来到这一段的时候呢，这边我特别讲一下，我这边有一个工具哈，因为它都有英文哦，全部是英文。这边的话可以把它选取起来，按复制。这是我另外一个软体叫 OpenAI 的 Translator。好，这是翻译器，你把它贴上去，按 Enter， 它就会翻译成中文的。好，那这边就是简单知道它要写什么内容，它就会一段一段先跟你讲它要怎么做。然后呢，这边有输入 Y， 然后要授权给他哦，你千万不要按全部哦。然后它有一个 Y 空格减 N， 就是你要让它连续输入几个指令。那如果你要退出，按 N。我这边就输入 Y 空格按10好了，让它执行10步，它应该不会超过10步，按 Enter。然后它就会开始 thinking， 它在思考要如何做咯。这个 Auto GPT 在这几天就是整个 AI 界非常的火红哦，因为它跳脱了 ChatGPT 要一问一答的一个限制哦，而且它还可以自己联网哦。那我们人类只要在旁边看就好了。当然，这个 Auto GPT 现在还是一个很实验的一个阶段哦。那你看它下面抓了好多东西。好，一样你可以把它贴过来。
而且他会自己去判断哦，有时候会找错方向，然后后来他会自己去修正方向。我前几天在玩的时候，跟现在输入的问题一样，但是那个跑的方向会完全不一样。我们在静静等待它的过程中，看它会跑出什么结果出来哦。哦，这边其实已经有很多文字出来了，大家来看一下右边，这边其实它已经搜寻出来，它已经写出哦，AutoGPT 是一款使用 GPT 3.5哦，其实应该是3.5还有4，然后可以生成高质量的内容的 AI 写作工具，可以透过自动化写作流程，然后帮助作者和内容创建者节省时间和精力。然后 AutoGPT 可以用于生成文章、博客的帖子哦，然后你看它还会自己去搜寻，然后下载。哦，所以 AutoGPT 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哦，然后 AutoGPT 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工具，正在改变我们书写的方式，然后可以帮助作者快速有效的生产高质量的内容。然后它可以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 AutoGPT 的功能和好处，以及如何在撰写中节省时间和精力。这个真的，蔡教练从去年11月30号 ChatGPT 发布之后，12月1号就开始玩 ChatGPT，玩到现在已经30个月，已经有点玩腻了 ChatGPT。现在我们在讲 ChatGPT，有点说以前 ChatGPT 怎么样，大概再看一下这个结果已经跑完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结果会在哪里呢？回到我们的文章，我刚刚跑的是这一段，然后结果会在哪里？在 AutoGPT 下面有一个 Workspace 这个资料夹底下，这边有个 AutoGPT Workspace，大家有看到吗？这边就是产生刚刚蔡教练要 AutoGPT 要产生一个叫做 AutoGPT 0420之1 DST， 我们把它打开，这是它的结果，大家看一下，这是它刚刚整个结论。好，一样，我回到这个 OpenAI 这边，把它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由我们的 AutoGPT 写出来的一篇文章哦，就是请他自己去写一篇介绍 AutoGPT 的文章，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结果出来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方式哦。那当然，你可以就按 N 就把它关掉，然后呢，一样再往输入同一个指令，然后又会有新的一个功能出来。那它会记住上一次你所写的内容，你要叫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要给它什么目标。那如果你要继续的话，按 Y；那如果不要的话，按 N。那你就可以接着建立一个新的，问他给他下一个任务。但是呢，看到这边的话，可能对一般人可能就觉得说，哇，老师这么复杂，可能刚开始不知道怎么用。跟大家再讲一下，它除了刚刚要提到的 API Key 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叫做那个 Pinecone 的 API。如果你需要已经完成上面想要玩进阶，想要再进阶把 AutoGPT 玩更深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去一样申请这个 API Key。然后，如果你想要让 AutoGPT 可以讲话的话，再去这个 Eleven Labs 去申请它的 API Key，然后还有它有一个叫 Google API 的金钥，再去这边。那基本上最重要就是要 OpenAI 的 Key 就好了。好了，可能听到这边很多朋友已经不敢听下去，因为觉得太复杂了。啊，没关系，最后给超新手一个视觉化 AutoGPT，叫做 Agent GPT，然后它一样，它有原始码是在这刚刚有提到 Key， 好，刚刚有提到 Python， 还有这个是 Eleven Labs， 然后这个是 Google 的 Cloud 的云，然后这个就是 Agent GPT， 它也是很复杂，没关系，跟大家分享，它其实现在最近这个也很红，因为刚刚那个 AutoGPT 都太复杂，因为 Agent GPT 就是它的一个，简单讲就是它的视觉化。这边有个网址，有一个连接，把它点进去，它点进来就是像这样。大家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它的画面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有网页的，所以你如果你是在电脑上或者是手机上，一样点这个网址，然后就可以到这个 Agent GPT 里面。它比刚刚更简单，它只要输入它是什么样的名称，一样我也给它跟刚刚一样的
把它的名称叫 Smart Writer， 然后呢也请他帮我写一篇 Auto GPT 的文章，这边可以打中文的哦，一样可以按中文哦，然后这边的话按 Deploy Agent 把它点下去，然后会 Auto 跑。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它还有 setting 里面哦，还可以输入那个刚刚的 OpenAI 的 key 哦，但是蔡教练这边输入正确的 key 之后还是不行，所以没关系，也许它下一版就可以正常去使用了。它目前还是用 GPT 3.5的，之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输入 OpenAI 的 API key，然后你就可以用更多 GPT 式的功能哦。我们这边的话一样，它跟刚刚的 Auto GPT 其实是很类似，但是它更漂亮的，它是有一个图形化界面，不像刚刚都是纯文字，很多人可能看到那个终端机的画面有点恐怖，所以最近这个 Agent GPT 比那个 Auto GPT 还要红，因为它有图形化界面。那这边的话，你看一下，这边就会有它的一个一个任务，这边就有个它现在目前的任务开到哪里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它要完成的小目标，然后我们就看着它做完，有没有很神奇？以前在 ChatGPT， 大家有听到蔡教练讲的叫以前嘛？好，完成了，哦，这边已经完成了。然后它因为它是 demo， 所以它不能跑太多哦，所以但是这边应该有跑这一段出来是它要结果已经找出来了，我把它按 copy， 这边有答案出来了，大家有看到吗？哦，这边就有写 Auto GPT 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解决方案，可以生成类似于人类的文字。然后该工具使用 GPT 的先进技术来提供自动化内容建立，这就是刚刚给他的一个问题，然后给一个目标，他就完成了。今天教大家两块，是一个叫做 Auto GPT， 还有图形化的 Agent GPT， 然后让大家可以进到 ChatGPT 的下一个世代哦。所以未来这些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还蛮比较简单简陋，没办法做太多，但是我相信可能这个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又有更多更厉害的 AI 工具出来了哦。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 AI 相关的工具的话，别忘了我们的科技白话，或者是回到蔡教练的漫游数位的网站，会提供更多的好用、有趣、有科技的一些工具。以上是今天的分享。如果想要搜寻更多有关蔡教练的文章还有影片，记得搜寻漫游数位。那如果找不到的话，请来到蔡教练官网漫游数位 RD.coach， 跟着蔡教练学习数位管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哇，现在这怎么这么快？哇，一窝蜂蹦就出来这样子。我是蔡教练，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